这里是东京市中心最具有绿意的片区神宫外苑，它相邻着新海诚电影《炎夜之庭》的取景地新宿御苑，又有着国立竞技场、银杏大道、明治纪念馆和迎宾馆，这里融合了自然、历史与现代的风景。欢迎收看一宿一街的第3期。顾名思义，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将会在每一期讲述一条街道和一家酒店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 Q， 欢迎来到全新一期的一宿一街。今天我们所在的地点是东京神宫外苑。神宫外苑位于东京正中心的西侧，从地图上看，它东临赤坂与迎宾馆，北接新宿御苑，西边就是涩谷和表参道，交通非常便利。乘坐东京地铁银座线或者半藏门线，在青山一丁目下车，或者乘坐都营大江户线在国立竞技场下车，都能直达神宫外苑。这片区域不仅是东京的城市绿肺，也是文化、体育和历史交汇的地方。这一次我们乘坐 JR 的电车到达了千驼谷站，在 JR 千驼谷站的对面，这里就是东京体育馆。我每个周末基本上都会来这边游泳，他们的环境和设施算是在东京市区内比较好的一家游泳馆。从千驼谷站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这次要入住的酒店，或者你也可以从大江户线的国立竞技场站下车 ，A1 出口就可以直接到达这家酒店。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东京当时办奥运会的主场馆国立竞技场。那么本期的一宿一街，我们入住的酒店呢是在它对面的三井花园神宫外苑 Premier。这次选择这家酒店也是因为这几乎是我个人感觉三井花园在东京的旗舰店，它的设施设计和建筑的质感都非常好。这家酒店的附近没什么高楼，建筑的辨识度很高，附近的绿植很多，感觉像盖在一块绿色的公园上面一样。我们从酒店1楼进入大堂，这家酒店会比一般的酒店更有空间感和休闲休息的区域。酒店的2楼还有一个住客专用的 lounge。我们还是和往期节目一样，先在前台寄存行李，然后出发去周围逛一逛。我们刚刚在酒店里面把行李存下来以后呢，就准备提着一些零食到新宿御苑里面去逛一逛。这家酒店走到新宿御苑还蛮快的，就只要回到我们刚刚下车的那个地铁站，就是它南门的入口。我们从千驼谷附近的新宿御苑南门进入园区，门票价格是500日元。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是，新宿御苑不需要特地去买票，你只需要在这里刷一下你的交通卡，像进入地铁一样就可以进来。而跨过大门的瞬间，街道的喧嚣立刻被绿意包围，眼前的是一片让人放松的静谧。新宿御苑原本是江户时代内藤家的宅邸，明治时期改建为皇家庭院，战后才对外正式开放。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同时拥有法式整形庭院、英国式景观庭院和日本传统庭院，在同一园区内，你可以体验到3种风格的融合。在游园的时候，一定要走到日本庭院，那边的小桥和池塘正是新海诚电影《炎夜之庭》的灵感来源。其实我每次来都会发现，真的会有很多日本人都会带一个野餐垫来在这个中央的大草坪上坐着，他们在这里吃点心，休息一会儿。所以我这回也准备了一些零食，我们在草坪上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直接席地而坐，正好也在这里解决了我们的午饭，感受一下本地人会喜欢的庭院生活。我们就坐在这里休息，看着天空和绿树，仿佛东京的快节奏在这里被暂停了。当我们离开新宿御苑之后，再继续往酒店的方向走回去，我们要到那边去看一看东京奥运会的场馆，这里也是东京的体育核心国立竞技场。顺着之前从地铁站出来的路再走回酒店，那对面就是国立竞技场。这栋楼是日本非常出名的国宝级设计师隈研吾设计的，它是一个运用了大量木质外立面的体育馆。作为整片区域的地标，隈研吾以与自然共生为理念，大量使用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木材，在立面加入了层层木格栅，让巨大的体育馆和外院的绿色环境融为一体。和传统的冷峻混凝土体育馆有所不同，这座建筑倒是更像是一片漂浮在树海上的木结构森林。平日正常来说的话，这个上面的一圈一圈的这个路都是可以上去的，然后可以散步或者观景都是很不错的。但应该是今天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所以所有的入口全部都封上了。如果你们来的话，可以试试看到上面去走走。从国立竞技馆出来，我们顺路会经过明治神宫野球场，再顺路向前走，我们就可以找到明治神宫的银杏大道。从这条大约300米的林荫道，在秋天的时候会化作金色的海洋，是东京最著名的秋日打卡地。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会变得非常人气的那条银杏大道，但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绿色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而在平时的周末，这里也会有很多人来这附近的咖啡店喝茶，这里也会有另外一种独特的风景，各种风格的跑车、老爷车会在路边停满，会吸引很多汽车爱好者来这里打卡。离开明治神宫外苑的银杏大道，我们今天还有个特别的地方要去，我提前预约了明治纪念馆的下午茶。这里是以前日本皇室接待外宾的地方，而现在也对外开放预约了。
这个地方进来感觉还蛮森严的，刚刚门口有2个保安大哥在那边站着，就是进来都是一群穿西装的日本人，很有日剧里面的感觉。明治纪念馆的建筑最早建于1881年，原本是皇室的迎宾馆，如今对公众开放，既是婚礼的殿堂，也是享受餐饮和下午茶的好去处。明治纪念馆内有很多个风格不同的大厅，比如说羽衣之间、京畿之间，过去也常常用来举办重要的宴会。这里也见证过很多历史时刻，比如说日本的第一场民间婚礼就是在这里举办的。今天走进纪念馆，也依然能够感受到庄重和优雅的氛围。我们在这里点了茶和咖啡，窗外是绿意盎然的庭院，甜品和果子都非常精致。在东京这样快节奏的城市中心，能有一个这样的静谧空间坐下来，真的感觉非常不错。这次我们下午茶所在的京畿之间，原本是明治时期的迎宾厅堂，也是日本宪法草案会议曾举行的地方。房间内保持着100年前的木构与京畿牡丹的壁画，而窗外则是一片开阔的庭院。喝完茶之后，我们也出来在庭院当中走了走，石灯、草坪和松树交织的景色，让人几乎忘了这里其实就是东京的市中心。现在已经到了能够办理入住的时间了，我们就打算现在先到房间里面去看一看。我对今天晚上的这个房间还是很期待的。当我们回到酒店之后，我们的房间早就已经被准备好。这次我们订了一间高楼层的豪华双床房，楼道内是暗色壁纸加原木木门的组合。我们这回的房间在这栋楼的倒数第2高楼层11楼。我非常喜欢这种位于角落位置的房间，两面玻璃的房间格局，让它每次打开窗帘都是一次享受。这个房间看出去的 view 真的很不错，感觉已经可以秒杀一些奢华型酒店了。这间房的2个方向的窗户望出去，一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国立竞技场，而另外半边则是一大片明治神宫外院的绿地。放眼望去，在每一个超级都市的中央，不论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老钱们都似乎偏爱这种中央公园式的景观，绿地和天际线并存，既能感受到城市的能量，又能在视线尽头找到一丝留白。而这样的地方也都是在每个都市当中最昂贵的地段。当然我觉得这个房间我最喜欢的还是它会有一个这样户外的阳台，这在东京的酒店当中其实算是比较稀有的一个资源。推开窗看出去，这里就是隈研吾设计的国立竞技场，就在我们的眼前。因为酒店周围附近没什么高楼，所以从这边看出去的视野会非常好，从远处可以看到新宿和港区的天际线。我在傍晚的时候会搬一把凳子到阳台，在外面吹吹风，看看景色。当天暗下来的时候，东京的夜景就是这里的背景墙。来到房间的内部，我们这间房的面积有38平米，在东京算是比较大的面积了。配上大的落地窗和阳台，就让房间的空间感显得更好。角落的柱子上铜体铺装的镜子削弱了它的存在感。房间的整体设计也是干净而现代。来到浴室，我们可以看到三井花园普米尔的标志性设置，就是 Rifa 的花洒和吹风机。三井花园的 Premium 系列都会标配这个 Rifa 的吹风机，这台吹风机在他们官网的售价高达3万多日元。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真的有在用它，所以我感觉它好像吹头发真的能变顺一点点。浴室做了很彻底的干湿分离，配备了智能马桶，而且这个马桶间意外的颜值非常高。淋浴间配备了全尺寸的浴缸和来自意大利的洗护瓶。到了晚餐的时间，这个附近的西餐居多，你需要稍微往北餐道的方向走2步。可以说这附近不是一个餐厅聚集的地方，但这附近的小酒馆都非常有格调。我们去了一家叫 Mine 的红酒吧，这家店同时作为商店和餐馆在运营着。这家店的红酒价格都还蛮划算的，店里的装修也是简单又温馨。很有意思一点是，这家餐厅的杯售酒没有菜单，而是根据你的口味和喜欢的香型，店家会通过你的描述来帮你选择一款酒。你一定猜不到他们家的招牌是咖喱和鸡蛋，这个半熟蛋作为一个前菜还真的蛮有意思的。他们这个上面的酱汁放了好多香料，吃起来很清爽的感觉，而且那个蛋是冰镇的，口感很神奇。除此之外，他们的布拉塔芝士是店家自制的，奶味非常浓郁。他们这个季节的布拉塔配了一些梨，就很应季，很好吃。除此之外，一些其他料理也是摆盘精致，口味也不错。总体的菜系给我一种日洋结合的感觉，他们很善用一些香料来让食物当中突出一些额外的层次感。很神奇，他们在鲷鱼上配的这个酱料有一点点咖喱的味道，然后这让它整个味道变得非常特别，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粉红胡椒，就很配酒。这家店给我感觉就很适合3、5好友在这里小酌一杯，老板也拥有很专业的侍酒能力，每道菜的价格也都不贵，而且总体来说都是可以填饱肚子的。我们最后在这里一共是消费了1万日元，平均每个人5000日币，我觉得这家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吃完晚饭回到酒店休息一会儿之后，最后的一件事就是来到大浴场。
在玩了一天之后，泡个热水澡真的非常解乏。回来之后，我们先换一个衣服，就准备去大浴场泡澡。我觉得我真的每次订这个酒店，就是因为它还能泡澡，这事儿很方便。这家酒店大浴场前身是明治神宫外院的游泳池，这里重复使用了当时建游泳池的瓷砖和石板，整个的场景给人感觉还是挺放松的。洗完澡之后，我们刚刚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楼顶的休闲区域，推开门之后就可以感受到东京上空的微风和极致夜景。哇，这个点上来吹吹风真的很舒服。他们这个阳台看到的景色也很棒，可以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国立竞技场的画面。泡完澡之后，在这个阳台上休息片刻，让一整天的疲惫都在这里被吹散，结束了一整天的行程。那最后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早餐吧。Hello， 大家早上好。他们的早餐厅在大堂右侧的一个餐厅里面，昨天看到还蛮漂亮的。我们现在去看看早餐怎么样。这家酒店早餐在1楼右侧，名叫 Ivelota 的餐厅当中。作为一家三井花园的 Premier 系列，这家早餐自然也是非常的卷。我觉得他们的早餐水平基本上已经接近一些奢华型酒店了。我比较喜欢的是他们酒店有一个自己的面包房，所以他们的可颂面包做的都很不错。然后你们知道的，我总是喜欢在不同的酒店都会点班尼迪克蛋，他们家的早餐也同样提供。当然，我在这个早餐厅里面最喜欢的一点是他们会有一个户外的位置，对着一片绿色的草坪，坐在这里真的很有度假感。而且现在东京已经入秋，天气也特别舒服。他们早上有一个这样的室外花园可以吃早餐，真的很舒服哎。在这样的早晨，阳光刚好洒在草坪上，配上一份流心的班尼迪克蛋、咖啡和甜甜圈，风从树影间吹过，一切都显得刚刚好。东京的节奏在远处继续，而这里好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小绿洲。随着这份早餐的结束，我们在神宫外院的一宿一街也告一段落。这一程，我们从新宿御苑的静谧，到竞技场和银杏大道的活力，再到明治纪念馆和这些老建筑的历史和庄严，最后回到酒店的舒适与惬意，完整的体验了这片东京独特的街区氛围。下一期，我们将带你们到另一座城市，在街道和城市酒店之间，继续寻找旅行的故事。以上便是本期一宿一街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一定不要忘记点击关注、收藏。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从这边看过去就是新宿，你可以看到那个很标志性的3个阶梯的丹下健三设计的楼。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呢，这边远远的应该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